大家好，我是心灵陪伴师阿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周都会定期更新，希望影片的内容你会喜欢。放诸金融市场，不管是股票、外汇、债券、衍生性金融商品、加密货币等等，这些加总起来的交易金额，远比参与这大市场游戏的人数大过好几倍，甚至几十倍或上百倍都有。姑且不论最终结果为何，经过多少世纪的演变，众多人在心灵上依然奋勇向前，前仆后继的前来朝圣，这就是金融市场的魅力所在，也可以说是驱使人心灵勇往赚钱的动力所在。我发现到，在每一次的交易上，过程中的发展远比结果更令人注迷，但绝大多数的人都忘了，能够从中赚到大财富的人往往比例极低，都只有那一小撮的人，而很大一部分参与的人并无法从中获得财富的。总之，赢家总比输家少吗？这就是现实情况，而且还少的非常可怜。这才是我要说的重点。如此一来，那一小撮的人才能够获得绝大多数的人损失掉的金钱，为他们自己实际生活与心灵上创造并累积巨大的钱财。如果我在这问你，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次都信心满满，也都做好了万全准备，也有设定紧急逃生计划，看似完美无缺的方法，但不知为何总在出手后会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而造成你预期的结果变了调。你的心里是不是也常会这样想？赚钱的事好像都是别人的，而亏钱的好像怎么轮都有我的份。如果我这样讲，是不是能道出在你心里面沉积多年的话？其实这是你心灵层面的声音，这些杂音总会干扰着你，让你总是陷入赔钱的处境。哪怕是赚到了钱时，这些钱依然会在下几次的交易中全都自动长了脚溜走。无论怎么学习和改进方法，这种情形总是时常上演着，而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处于在这种情形之下。可是你又不想放弃这迷人且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魅力市场，到底该怎么做？又该如何调整，才能让自己也能加入那一小撮人的阵营里呢？在市面上总是可以看到许多教人如何交易、赚取钱财的方法，先不管是基本面的分析，或是技术面的操作，还是弄一些独特稀奇古怪的方式，全都有。我讲的这些搞不好你也曾碰到过。你去问100种人，就会得到100种方法；你去问1000种人，就会得到1000种方法。就像谚语所说的，一样米养百样人那样子。我在这里并没有要讨论或评论到底是哪种方法好，或是哪种方法不好。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不论哪一种操作赚钱的方法，都有它的优缺点在，只有适不适合利用它来操作的那个人。方法其实是可以无数的一直衍生出来的，但这些适用吗？适用于你的心灵个性操作吗？能否一直持续的用下去，有效的用下去，前后一致不会落差太大的用下去？教你赚取财富的那个人自己也在用吗？其实在这点上是很难去确认的，毕竟什么也都有造假的可能性。但在这最关键的因素是，这方法到底适不适合你最为重要。如果我告诉你，金融交易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建构在身心灵表现上的艺术，你会相信吗？一般的人找遍了坊间所有的方法，只为一种取之身边为自己所用的方法，让他们持续能够不断的赚取金钱，殊不知他们却从来都没去考虑到，真正有用的东西不是出在方法，而是目标。我就在这举个例子，当你有计划出远门旅游时，这时的你一定会提前规划很多行程吧，其中包含了很多，像是要去哪吃的餐厅，要到哪住的饭店，还有踏青游玩的景点等等，以及路程表的详细规划，对吧？但这些的规划，你一定是先将目的地确定好，再来依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去规划到达路程吧。整体看起来好像是由我现在位置移动至我要去的目的地，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吧？其实不然，如果真照这样做的话，那你可能永远也到不了你要去的地方，或者说你很有可能会绕了好大一圈的路才到达。我不藏私的跟你说，赚取财富跟心灵有某种程度的关系，你必须先确定财富目标，且在心灵上不断的告诉自己，一定可以达成这项目标，进而从目标本身往回推至你现在所处的状态，这样找答案就会快许多。
反复的练习会使你进步神速，熟悉后你就能心无旁骛地运用它，为你赚取你想拥有的财富。在这我想问你，你认为的金钱是什么？是一个有极高价值，能够换取绝大部分任何物品的代表，还是一个崇高地位的象征，或者是作为拥有权力者或话语权的强大后盾，还是只是想满足自己心灵上的富足？实际上可能比我刚才所说的还要有更多种类型。那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其实金钱的地位是全世界的人给他所赋予的，它可以流通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去消费，或是去购买任何想要的东西，去做交换双方都认为等值的东西，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但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金钱需要被运用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就跟一堆废纸没什么两样。但是有许多人并不是这样想，这是心灵上的想法影响着他们，他们认为钱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努力的去赚钱，然后把这些赚来的钱存起来，在必要的时候再提领出来慢慢花，这样会让人有着一种安全感，心里又很踏实的感觉。但其实只是让虚幻的东西掌控着他们的心灵思想罢了。在这我必须说，金钱在本质上是虚幻的，它的存在只是方便为人所用，并不存在实际的东西。而我们大多数的人一生都为了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努力追逐着，辛劳了一辈子，只为换得一些虚幻但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我并不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不需要钱，我只是想让大家明白到，当你获得金钱的同时，你也可以利用这些你获得的钱去创造为你自己或为其他人也能受惠到等同或者更大价值的东西及事情，让虚幻的东西能在现实中变得更具有意义存在。最后我想跟大家来谈谈什么是金流，金流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心灵又有着什么样子的影响？金钱创造财富，财富由金钱堆积而起，能起就能落，可以让一个人从无到有，也可以让一个人从有到无，发生的时间上可以很快速，也可以很缓慢，全凭每个人如何的利用它，这就是它自由供人运用的特色。金钱就像水流一样，在这世界上自由地流动着，它不会去区分享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及所处的状态，而每个人就像一块海绵，能够把这些流动的金钱往自己的身上吸附过去。当然有想法或更有能力的人，在吸附力上的表现一定更强，能吸走的金钱就更多，为自己创造的财富也就更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钱财总是来来去去的，如果能够流动，其实是一件好事，才不会是一滩死水在那，放久了还会发臭。你必须让它流动起来，充满生气，懂得付出的人，这些金钱总会再次的流回到你的口袋里，甚至流入的比原本还更多。你根本无需担心它会越来越少，因为这是正能量的循环。反之，如果出发点都只为自己利益著想所累积到的，那么守着这些钱财，或许在心灵上会感到安心，但你无法抵抗存在这世界上无形的公平机制，会使这些贪得无厌且不懂得分享的人，时间久了就会慢慢感受到那种威力的效果。金钱可以把你高高举起，就能让你重重衰落。记得，金钱是虚幻的，别被它所迷惑住了。在这里，我只希望从现在起，你能在看待金钱方面上更加的慷慨。我相信整个宇宙会感受到，也会用同等或更大其他的形式来回应你的慷慨。好了，今天跟你们谈论和分享的主题就到这。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觉得影片内容有帮助到你，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你将影片分享出去。我们下次见。